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看我！我宣布个事儿，我是个傻逼，没毛病啊！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看你们赚钱应该都很难，否则呢，你们是不会在网上找视频看，想要寻求心灵的帮助的。那么你们为啥赚钱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深度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是颠覆你们三观的精华东西，你不看会非常后悔的。为啥呢？好，在讲正题之前，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啊。威神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傻逼啊。面具人，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的都是傻逼。好，威神的名字叫什么？来，在留言区给我拼出来。拼不出来啊？是不是傻逼？是傻逼的请留言打1，不是傻逼的请留言打2啊。不开玩笑了，我们继续提问啊。威神目前住在哪儿？这个问题比较八卦，是不是？其实不八卦啊，这里面蕴藏玄机呢。我在节目最后给你们揭秘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太坊合并的矛盾，你们知道吗？好，我再给大家附加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恐怖的问题啊，那就是威神和习近平有关系吗？和普京有关系吗？这个比较玄幻了啊，其实不玄幻，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颠覆三观了。OK， 这些问题你们搞明白了以后，面具人我敢保证啊，你接下来玩以太坊亏损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来吧，各位，请听我解答。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们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从节目留言点评当中主观的抽取1名观众，直接转账奖钱。评选的指标是你的留言与我本期话题内容的相关度，或者是你分享了本期话题你自己的精华观点，我会从当中讲得好的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啊！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你的狐狸钱包地址，这样呢我才能直接给你打钱。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面具人，我想先感叹一下啊，这个世界从古至今，这个社会真的是不缺宋江这号人物啊！昨天咱们说到了全球最大的矿池矿商 Ethermine 直接就被以太坊项目方给招安了，他宣称要完全配合以太坊。好家伙，面具人我就想说了，没有兄弟们买你的矿机支持你，那你怎么可能做到全球最大的矿商呢？然后呢，你不去为自己的矿工争取利益，居然呢连任何反抗都不做，就直接给朝廷跪了。现在这个 Ethermine 啊，居然还舔着个逼脸推出了什么号召自己的矿工把自己的以太坊拿出来参与 ETH 的节点质押托管的服务，还想赚个差价。我真的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啊！把自己的小弟出卖了，还要自己的小弟帮自己数钱的。各位，我想总结一个成功经验啊，那就是面具人我一路走来啊，赚了不少钱，但是我的经验是，我很少去看事物光鲜亮丽的一面，反而呢，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我的经验啊。你们觉得对不对？觉得对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对的请留言打2啊。好了，不说这个了，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的节目啊，详细讲过了这个 Ethermine 配合以太坊到底是什么逻辑。好，来讲真正的正题了啊，精华环节，颠覆你们三观的时刻到了。好，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我开头的几个问题啊。首先，威神这个名字啊，威神，我不知道是中国人才这么叫，还是全世界都这么叫啊。
其实威神的名字叫做 Vitalik Buterin， 国外人一般都叫他维塔利克，没有叫他 V God 的啊。尤其是在信仰者人群中，更不可能这么叫啊，叫别人神那是亵渎。哎，也就是中国人喜欢求神拜佛，喜欢造神而已。好，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啊，维塔利克现在居住在哪里？很多人都以为他居住在美国啊。No，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哎，他曾经居住的地方只有那个，我想一下新加坡、俄罗斯、多伦多和瑞士。维塔利克从来没有在美国长期逗留过，甚至在他成名之后，好像就没什么频繁入境美国的证据了啊。那各位，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知道的请留言告诉我，来，大家分享一下，为啥维塔利克不敢频繁的去美国呢？为啥？来，我给你们提醒一下，阿桑奇还没凉透呢，你们还不知道为什么？首先，以太坊的这个体系对美元的外流和美元的资金池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这是美国政府非常反感的。其次呢，维塔利克是俄罗斯人，并且和俄罗斯的高层甚至中共的高层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以太坊甚至它的早期募资都是由中国资本领头的，而且之前以太坊还在中国设立了办事中心。然后呢，维塔利克他除了不痛不痒的小骂大帮忙的抨击一下普京，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俄罗斯不利的事情，反而以太坊却大大的扰乱了美国的金融秩序，并且以太坊当中的另一个威神，也是早期创始人兼核心开发者之一的维吉尔·格里菲斯，在2019年因涉及协助朝鲜开发区块链技术，帮助其转移资产，严重的违反了国际制裁法，阻碍了美国对朝鲜的金融封锁。于是呢，这个小威神在今年被判了64个月的牢饭，也就是将近6年啊。其实2019年的时候啊，以太坊的开发者，你想嘛，那时候以太坊早就火了，2019年呀，他们的开发者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是不是？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绝对不缺钱的。好，那你说不缺钱，还为啥要去朝鲜这么危险的地方呢？既然他敢去，他背后肯定是有政治动机的，因为一危险，二不为钱，那为啥要去？那当然是政治任务了，对不对？你们仔细想一下，之前的美国人去了朝鲜，直接就被金正恩抓去给折磨死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而这个小威神啊，去了朝鲜，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这种壮举没有保护伞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有这个实力和动机的让威神们去做这个事情的，也就只有中俄了，是不是？而且中国早期就用大量的资金支持过以太坊的开发，所以呢，小威神这一次帮朝鲜去开发什么区块链，让金正恩摆脱传统国际金融体系的制裁的行动，中国的嫌疑最大，因为中国最喜欢帮朝鲜嘛，是不是？习近平跟金三胖是好兄弟嘛，你看那个礼物物资都是一火车一火车的往过拉，钱都是要多少给多少，哇，帮助朝鲜摆脱制裁呀，这个真的是超级重罪呀。所以呢，这个小威神被抓是必然。你们想一下啊，3把手位置的小威神都被判了6年，那么作为头目的维塔利克，他得判几年呢？这也就是为啥威神搞了以太坊成名了之后不敢去美国的原因。他如果去美国，他绝对会被击击的，明白了没？各位，现在知道了这么多，有没有颠覆你们的三观呢？是不是在面具人这里得到的情报是你从别的博主那里得不来的？别急，我还有猛料呢。大家再回想一个话题啊，那就是美国的 SEC 说要给以太坊通过什么现货期货 ETF 的事情，
这个事情大家有印象没有？其实我觉得吧，美国现在的 SEC 审查什么以太坊，搞得好像要给以太坊正规化证明似的。哎，其实你们仔细想想，美国人他也都不是傻逼，他如果是傻逼，他能做到世界老大吗？这中间还有套路呢。大家也都知道，面具人我是政治博主，对政治手段是熟得很的。美国究竟会怎样玩弄以太坊？哎，我以后会慢慢给大家揭秘的。大家只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就行了。其实面具人的这期节目主要是为了验证一下大家的智商的。哎，你们看啊，来随便一个炒币的、玩区块链的，大家在群里面聊天，甚至线下吃饭喝酒吃烤肉吹牛逼，大家都在讲威神，都在说什么以太坊以太坊2.0合并之类的。我估计目前看我节目的人，连维塔利克的名字的字母怎么拼都不知道，连他叫啥都不知道，天天就在那威神。可能还有很多人茶余饭后吹牛逼，搞得好像自己多么了解以太坊似的。你连人家老板叫啥名字你都不知道，你就觉得你多么的了解，是不是？这种现象严重的反映出来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就跟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话是一样的。村口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跟着叫了起来，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叫的是什么意思。就跟你喊威神，我也喊威神，他也喊威神，结果喊来喊去，连人家叫啥名字，连人家现在住哪儿都不知道，连人家是哪国人也不知道。好，这就是今天面具人我这期节目就是一个镜子，反射一下各位。那下一期节目也是以太坊升级之前最后的一期节目，我会带你们完全的揭秘以太坊的一些矛盾点和风险点，以此帮助你们判断以太坊2.0升级之前乃至升级中、升级之后，你们究竟该怎么做，帮助你们判断风险点以及利润点，涨还是跌，该不该入手，什么时候入手赚钱的概率最大。想看的就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咱们明天的节目。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祝你好运。哎呀，我这嗓还没好。